我不是在实验室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个给小小姐举平板的是谁啊？沈家司机的孩子，2年前爸妈都没了，沈家看他可怜，收留了他。我竟然穿到了一个小孩的身上，而且这家人也姓沈。下一个，现在是哪一年啊？2025年啊！我叫你快翻，我要看下一个。2025年，居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。你是没听见我说话吗？看什么看？我叫你快翻，我要看下一个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宣导老师没教过你吗？那咋啦？你吃我家的饭就要顺着我？你看看你，骄奢淫逸，好逸恶劳，哪有一点新人带小孩的样子？站起来！这孩子疯了吧？我让你站起来！青少年就是7、8点钟的太阳，要有理想，有道德，有文化，有纪律，你做到了吗？五讲四美是哪五讲哪四美？你背给我听！爸爸，我要爸爸！爸爸！小小姐别哭了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还不给小娇姐道歉？孩子不能娇生惯养，犯了错自己认错，自己改。温室里养不出好花。你一个司机的小孩，竟敢叫上我大侄女！二叔叔，放心，二叔叔给你做主。之前是看你能陪果果玩，才把你留在沈家。你别给我不知好歹！你干什么？流里流气，一副流氓腔调，不知道还以为是老牛成精了呢。你这小孩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下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我二叔叔可是混的，你完蛋了！身体发肤受之，弄虚作假，我还没见过刺青反光的呢。原来是贴的。我今天非得把你打得屁股开花不可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二叔叔，你怎么不动了？二叔叔，你可别死啊！点了你几个穴，把你定住了而已。等我收拾干净你2条胳膊，就给你解开。还好当年和研究院里的中医学了几招。你这死小孩，我要告诉我哥，让他家法处置你。年轻人干干净净的就是最好的，别老跟风去弄那些不成体统的东西。痛！你现在可以解开我了吗？爸，我动不了了，快给我解开！哼，嘿，神奇吧？你奶奶教的，百试百灵。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。你这是从哪学的？这个人怎么和我的明仔长得这么像？你是谁？沈振明和你什么关系？沈振明和你什么关系？爸爸，就是他，他凶果果，还欺负二叔叔，他好坏，快把他赶走！哥，他不把我和果果放眼里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这么没大没小，敢直呼爸的名字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他。沈振明是你们的父亲，那你俩岂不是我的？明仔呢？他在哪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小时候的乳名？这名字除了家人，外人绝不可能知道。说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因为……哎呀，哥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说不定啊，就是那个爱嚼舌根的亲戚提了一嘴，被这傻丫头记住了呗。以后不许这么称呼我父亲。带小姐下去休息。明仔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身体健康吗？我们沈家今天设家宴的原因，想必大家也知道。我父亲病重，他想在他意识还清醒的时候，再见亲朋好友一面。明仔生病了，我的明仔那么活泼可爱，怎么就病重了？明仔在哪？我要见他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爸是你说见就见的吗？我是明仔的妈，你们的奶奶。我是明仔的妈，你们的奶奶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个小疯子没完了是吧？我们家主的奶奶可是上世纪杰出的化学家，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。你个小孩怎么这么侮辱她？要是再敢辱没长辈，我就把你送回福利院。保安，把他带走。
我今天必须见到明仔。你们怎么搞的？连个小孩都抓不住！那可是爸最宝贝的树，你怎么搞的？你知不知道这棵树对沈家有多么重要？真是。明仔，妈妈是不是又要走了？但是妈妈给你带了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上面还有我的名字。这是妈妈新研发的品种，等妈妈研究出能让这棵小树开花的东西，妈妈就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妈妈一回来，小树就会开花。所以妈妈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明仔要和这棵小树一样，好好长大哦。嗯。这是我送给明仔的那棵树。家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赶我走。不就是掉了2片叶子，有必要这么害怕吗？你不知道，那个是沈老爷子的宝贝。听说他请了10位年薪100万的园艺师来照顾这棵树，能不重要吗？你被开除了。叶片边缘焦枯卷曲，叶脉间有黄化失绿的现象，叶柄基部组织失水萎蔫，韧性不足。这棵树早就一样失衡了，叶片只要有轻微外力就会脱落，和这位同志没关系。你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一个小屁孩，难道还能比顶级园艺师还懂？问题就出在你们园艺师身上。这棵树的品种特殊，他们不懂它的生活习性，只是一味的用昂贵的肥料。一个小丫头还敢质疑年薪100万的园艺师？我看还是让沈家早点把他送回福利院吧。像这种小孩养了也是白养。你在干什么？信不信？我不仅能让它活得更好，还能让它开花。开花？我爹养了这棵树几10年，从来没见它开过花，它就不会开花。沈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傻孩子？你没见过，不代表它不会开花，只需要50毫升 K59营养液就可以。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这是我奶奶生前研究的最后一个项目，后来因为意外，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就算资料没保存下来，当年沈兰的组员呢？他们那年的意外让研究院无一人生还。怎么会？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是怎么知道 K59的？这件事除了我父亲和我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谁告诉你的？他肯定是听爸说的。爸最近不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说不定就是什么时候说梦话的时候被他听到了。我就说，他个小屁孩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你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听说个名字就拿出来臭显摆，可惜现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滴那个什么 K 什么营养液。我猜他肯定是想引起沈家主的注意，可是他应该没想到啊，现在世界上压根儿就没这东西。吓人的孩子，就是上不了台面。够了，闹够了就给我出去，不要耽误我们办正事儿。等等，谁说世界上没有 K59资料了？怎么？你有资料？在哪呢？在这儿。哥，你听见没？他说 K59的资料在他脑子里。我看他是得癔症了吧？够了，保安，把他带下去，关进偏厅，等家宴结束，我亲自处理他。是。磷酸铵氢钾可用，但钾含量偏高，需中和。硫酸铵氮源可以，但杂质偏高。硝酸钙溶解度好，还有硼砂。做个基础版的 K59营养液够用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基础 NPK 比例必须精准，以硝酸钙提供硝态氮和钙离子，硫酸铵提供氨态氮平衡 QH， 硼砂调节开花关键酶活性。哥，他在这儿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个字儿都听不懂啊？
目标 EC 值控制在1.2到1.5毫西门子每厘米，搞定。哎，不可以！你疯了！这里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。他分明在胡闹。这一壶浇下去，这树不死就是奇迹。就是，老家主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这树要是死了，怕是……你不愿意走，那我就亲自带你出去。明仔，你放心，妈妈回来了，一定会帮你治好树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难道这小孩真的……嗯？我就说这一壶浇下去，这树得死吧？这叶子都掉光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，都是你把树害死了。这棵树的习性就是这样，开花前先落叶，5分钟后花就会开了。一派胡言！我们沈家待你不差，你为什么要3番5次的捣乱？我没有捣乱，5分钟后就会见分晓。你就是在拖延时间。5分钟后，你肯定又有别的理由。你既然养在我们沈家，我作为沈家家主就有权惩罚你。你想做什么？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老爷您的树死了。什么？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姨父也死了，我就没什么念想了，我也没有必要赖在这个世上不走了。妈妈，明子好想你，明子还要来看你了。老爷，您别这么说。小白们都来了吗？都来了。扶我过去，见他们最后一面。你想做什么？来人，上家法！来人，上家法！这就对了，早就该好好教训一下他了。就该让他好好长长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要我说呀，弄死家主这么重要的树，打死都不为过。家主，这就是沈家的借棍吧？沈兰，你今日屡犯家规，犯下大不韪，你妄称尊长，亵渎先祖，毁家败物，悖逆纲常，按家规第7条，当杖31正门风。你如此是非不分，怎么能做好沈家的家主？也在教我哥做事。哼，家主要罚你，你就得受着，谁让你顶嘴的？沈家什么时候有这种封建规矩？按住他！明仔，行了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就说明是天意。放下借棍。爸，对不起。今天这场家宴，是我想临终前再看看各位小辈们。我的明仔，怎么一下子从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身体好着呢，提什么临终不临终的？我已经活了70多年了，我也活够了，只是希望没有辜负当初母亲的期盼。老家主，您把您母亲留下的公司发展的这么好，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还那么小，你一个人长大，还把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一定很辛苦吧？都是妈妈不好。如果有天堂就好了，我可以再见到我的妈妈。等妈妈研究出能让这棵小树开花的东西，妈妈就回来了。怎么会？
花开了，是妈妈回来了。明仔，明仔，妈，明仔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明仔，好想你呀！明仔别哭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该丢下小小的你，让你一个人长这么大，都是妈妈对不起你。不是的，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，明仔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当初和你分开，你还是个小不点，怎么再见面你就已经老了？妈妈都没能看着你长大，你得吃多少苦啊！妈妈，你说过，只要树开了花，你就会回来。60多年了，我一直是在等着这个树开花，没想到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树开花了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再也不会丢下迷彩了。妈妈，爸这是疯了？怎么这样对这个小孩？老家主这是怎么了？对着一个小孩又哭又笑的。肯定是这棵树突然开花，老家主高兴的神志不清了。爸，医生说你不能这么激动啊！喂，你还不赶紧走！我爸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负得起责吗？谁让你这么说话的？她是你们奶奶。什么？谁让你这么说话的？她是你们。明仔，爸，是你，都是你欺骗了我爸。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快叫救护车，快！哥，我先送爸去医院，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死丫头。明仔，明仔，你还嫌闹得不够是不是？你放开我！明仔生病一定很难受，我要去陪他。装什么装？要不是你搞出这些事情，老家主会这么情绪激动晕倒吗？家主，你可不能再心软了，他就是个扫把星，克死了自己的父母，现在来祸害我们沈家，还克老家主。把他送回福利院，永远不许踏进沈家一步。是。我看谁敢！沈氏集团就是我沈兰的沈，沈家的一砖一瓦都刻着我的名字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待在沈家。你说什么？家主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他就是害老家主晕倒的罪魁祸首，还不把他送走？今天要是谁敢动我，什么？公司出事了！沈总，什么情况？一时半会说不清，董事们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明仔昏迷，公司又突然出事，你能力不足，我信不过你，我要亲自替他稳住公司。这3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王强、陈明、苏小曼，这不都是我的学生吗？沈家主，公司出事，我们3个老家伙都先到了，你却最后一个到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废话少说，就你来说，公司发生了什么事？具体到时间点、诱因、事件量级和核心问题，给你1分钟概括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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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老停师，你来说，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具体到时间点、诱因、事件量级和核心问题，给你1分钟概括。他问话的方式怎么跟老师一模一样？他问话的方式怎么跟老师一模一样？你是什么人？啊，一个员工的孩子，在沈家养着，大家不必在意他。员工的孩子也配来这个场所了吗？我们聊的可都是公司机密，要是被他泄露了，可怎么办？沈家主，你还不赶快叫人把他带出去？在座任何人都有可能泄露公司机密，
唯独我绝对不可能。我不仅不会泄露公司机密，还能解决公司的问题。就凭你也能解决公司的问题？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，你果然还是这么沉不住气。你还教训上我了？哼，我们3个都是沈院士的学生，就是老家族都得叫声哥叫声姐，你一个黄毛丫头居然敢这么嚣张，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不是说你们3个出门在外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们老师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，你怎么敢自称是他？我们老师走得早，我们3个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，你怎么敢？你还是这么爱哭。你还没完没了了，信不信我？5907、5913、5919。沈总，这小孩说什么呢？不知道呀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们3个当年的学号？你究竟是谁？不要在这胡言乱语。抱歉，这个孩子是我们沈家没有管教好。我们先说公司的事吧。哦，对，这一打岔呀，差点连正事都忘了。所以公司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收到质检部门的紧急报告，本来要投入生产的第3批康健素20吨原液，在静置储存阶段被检测出污染。什么？20吨全都污染了？污染源是什么？污染源初步鉴定是一种罕见的 K 型芽孢杆菌，这种菌生命力极强，能耐受常规消毒。20吨原液全部作废。K 型芽孢杆菌。延续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？销毁全部被污染的原液，同时启动备用生产线，全力重置。销毁、重置？沈延旭，你说的轻巧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20吨原液如果全部销毁，其原料成本、生产能耗加起来会让公司直接损失超过10亿，沈氏现金流会立刻断裂。药品安全大于天，被污染的原液绝对不能使用，这是我奶奶给我们立下的底线。至于合同和损失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，但底线绝不能破。延续，我们知道你年轻有原则，但是商场如战场，有的时候呀也需要变通。我们几个老家伙呀商量了一下，倒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。什么方案？我们查过资料了，这种 K 型的芽孢杆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。只要我们不声张，按原计划灌装生产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这是欺瞒消费者，我不同意。你别不知好歹，我们这是在救公司。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，导致公司蒙受无法承受的损失，我们将立即启动紧急股东会议，罢免你这个导致所有人亏损的 CEO。延续，公司也是要赚钱的呀。再说了，这么做也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们立刻吩咐下去，开始生产。我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放肆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沈延旭，你还不赶紧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疯子弄出去！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赶紧出去！明仔把沈氏集团交到你手里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，偷奸耍滑，钻空子。你不仅对不起人民群众，更对不起我们沈家的良心。你懂什么？照常生产，沈氏还有一线生机。要是销毁原液，那沈氏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奶奶亲手创立的企业死在我手里吗？谁说只有冒险和销毁2条路？我偏偏要走第3条路。什么路？我有办法救回那些原液。黄口小儿，信口开河，小小年纪就会说大话了。我倒是想听听一个6岁的小孩能说出什么妙计来拯救价值10亿的原液。我们3个专业的老家伙都束手无策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 K 型芽孢杆菌虽然生命力强，但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生物特性。什么？就是它能依赖钙离子稳定的芽孢外壳结构，只要根据这个特性配置针对性的3元除菌剂即可。所有原液都被污染了，这可是救命药啊！老师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想办法配置3元除菌剂。
真的可以这样吗？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。那我们就当第一批这么做的人。我们真的成功了！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还能怎么知道的？他生活在沈家，很容易就能看到老师留下来的资料，知道个名词就敢拿到这里来显摆。这个方法可操作难度有多高，你知道吧？每一种试剂配比都要精确的毫克，否则不仅不能除菌，所有原液都会因此而彻底报废。我们当年在老师的指导下都配比失败了，只有老师的那一份勉强能用，就凭你一个6岁的小屁孩，你知道什么是具体配置吗？哼，简直天方夜谭。看来这么多年，你们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我当年真是白教你们了。下面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听好了。原模原样传达给实验室。我们沈总凭什么？原液预热至45摄氏度后，取0.005苯扎氯胺溶液、3%氧化氢溶液、0.1摩尔 EDTA 二钠盐溶液，以98:1:1的比例依次加入，处理30分钟后，用格莱仕染色镜检验，让实验室按我说的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照着你说的做，那是纯属浪费时间。你可别跟着他胡来啊！试试又不会有任何损失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按照他刚才说的所有步骤，通知研发中心 A 级实验室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你疯了吗？你竟然真的轻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小疯子的话？简直是胡闹！这么紧急的关头，还要为了他的瞎话浪费时间？半个小时出结果，到时候就看看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。哼！沈总，实验结果出来了。沈总，实验结果出来了。难道真被这个小疯子给蒙对了？这个实验就只有老师做成功过，他不可能成功。你自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个小屁孩怎么可能跟老师一样厉害，还害我们白白浪费半个小时，简直拿我们当好耍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延续，你赶紧发话吧，立刻启动生产线！你再这么拖下去，我们就违约了。我命令所有生产线。等等，肯定是哪里有问题，我要亲自实验。你还不死心，还想把责任推给实验员？就是，实验室的人都是我们几个亲自带出来的徒弟，都是多年的老手，技术过硬，你居然敢质疑他们？你们带出来的徒弟，那更值得怀疑了。够了，你还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说我要亲自实验。好奇怪呀，刚刚他那么一吼，我竟然突然间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了。我也是啊。他总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给我重复你刚刚的实验步骤。有什么好重复的？我都是按照李助理传达的步骤做，失败就是失败了。我让你告诉我刚才的实验步骤，需要我再告诉你一遍吗？0.005苯扎氯胺溶液，3%氧化氢溶液，0.1摩尔 EDTA 二钠盐溶液，分别以98:1:1的比例依次加热预热至45度的原溶液中，有问题吗？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我知道了。实验还差最后一步，给我取硝化甘油。硝化甘油？你疯了？那可是高危化学品。当年老师的实验室就是因为硝化甘油泄漏才会爆炸的。沈总，硝化甘油稍有处理不慎，就会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拿来实验的东西啊！实验暂停，你不许再胡闹了。把东西给我，你们都出去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。你承担？你拿什么承担？
如果实验室爆炸了，你小命都没了。59年那一次爆炸就是最好的例子，那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了。难道危险就不做了吗？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未知和风险，哪次技术突破不都是在无数次失败，甚至在血的教训中摸索出来的？你这不过就是空话。究竟是我说空话，还是你们怕自己优渥的生活、体面的地位受到影响，怕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？你们早就被名利腐蚀，忘了初心。如果因为一次事故就永远锁上探索的门，就永远对未知的难题视而不见，那科学还谈何进步？硝化甘油在哪？我知道它在哪了，你们现在都出去。我看你这个小丫头就是疯了，你还真打算自己做这个实验呢？赶紧拦住她！我让你们出去！你等下后悔都没机会了。我沈兰永远不会后悔，给我1万次机会，我也会选择做这个实验。走，他要找死，别拉上我们！疯了！这小孩简直是疯了！他把实验室当他过家家的地方吗？延续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耽误1分钟就有可能损失一大批订单，竞争对手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甩到后面。你快发话，让工厂照常生产吧。你说话呀！难道你真的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那个丫头身上？她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。到时候再恢复生产，可能就晚了。我下令，成功了。格兰氏镜检呈阴性，原液确实成功提纯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作为科学的工作者，如果连冒险都不敢，就更不要提成功了。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立刻组织全面提纯，确保所有批次安全达标。等等，提纯是成功了，那其中的损耗呢？他要花费的人力、物力、成本还没有算呢。蜈蚣，这次提纯的损耗是多少？大概1/5左右。1/5，可不少啊！如果按照原来的定价，我们就一点利益都没有了，必须提价。提价1/5，我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都能接受。这怎么行？原液污染是我们企业的问题，为什么要让人民群众为此买单？这是我们决策者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我同意提价1/5。沈延旭，你还记得我们沈家的家训吗？妈，我不在的这些年，你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？妈妈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呢？奶奶，她不是都去世几十年了吗？就是一直养在我们家的那个孩子，人呢？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大哥去处理了。听说他后脚就跟过去了。不是我说，他也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。我马上去公司。沈家家训，审视所出，必经必成，以惠万民，以报家国。你告诉我，你刚才的决策哪一条符合这家训？还有你们，当年是谁拍着胸脯说以后要为国家无私奉献的？大家加把劲，我们要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好的药，让百姓都能吃得起我们的药。沈院士，李厂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厂子里讨论过了，所以这次的药我们不收1分的利润，包括我们的员工也一致提出不要这次工钱。怎么？这药能降低1分钱，就有可能多救几个人。个人利益在人民的健康面前算得了什么呢？能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度过这次难关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了像李厂长和老师一样，
为人民无私奉献。我也是。你们几个现在为了赚钱，连良心都不要了！你们几个现在为了赚钱，连良心都不要了！良心能当饭吃吗？现在的世道，谁和你讲良心？市场就是战场，赚钱才是硬道理。省市又不是慈善机构。你们现在都被钱迷了心窍。以前你们饿着肚子搞科研，设备简陋，条件艰苦，但心里装的是人民，想着怎么让老百姓看得起病，吃得起药。你们再看看你们现在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还有这么好的实验设备，数不清的资金，怎么反倒人心贪了，眼里只剩钞票？小丫头，你还小，你还有很多道理不懂。省市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总要养活吧？不许提价，区区1/5的折损，绝不会导致资金断裂。沈家自己的错误，就该自己承担亏损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沈家家主？你解决了原液提纯的问题，确实立了功，但剩下的事不是你能做主的，把他带回沈家。是。今天没有我的同意，这价你们别想提。这不是你这种野丫头能插嘴的地方，赶紧闭嘴滚出去，不然小心被打屁股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？你反对顶个屁用啊！谁说他的反对不管用？爸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奶奶，我们沈氏集团的创始人沈兰。因为他就是你奶奶沈兰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振民，你病糊涂了吧？是啊，你就是再像老师，也不能认个小孩当妈呀。我没糊涂。王强，你第一天进组打翻我的烧杯，怕挨骂，偷偷往里面倒蒸馏水冒充，被我发现，罚抄了100遍科学实验室暗学守则。你，陈明，你因为和隔壁组的人闹矛盾，半夜偷偷溜回实验室，想调他们离心机转子的平衡。我加班刚好抓到你。小曼，你跟我借的口红还没还给我呢。您真的是老师？老师，我们好想你啊！老师，真是你啊，老师！爸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她就是你奶奶。这要我怎么相信？这也太不科学了。我们几个是最了解你奶奶的，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行了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对了，我还有事情没找你们3个算账呢。你们3个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3个为了利润，连变质的药都想卖。还有你，为了赚钱，连沈家的家训都忘了。居然忘了初衷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快给你奶奶认错！奶奶，我错了。你们3个抄1000遍科学工作者行为准则，这周交给我。老师。还有你，这批药不许提价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还有，家规字少，你就抄1万遍吧。1万遍？我风雨出事了。老师，我真没抄袭，这次论文真是我自己写的。你家长很快就来了，你现在狡辩没有用。桑老师，是你。赵凯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们学校对论文抄袭绝对是零容忍。老师，你的意思是我抄了他的论文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这1个月连寝室门都没出。沈枫叶，你怎么能污蔑我？为了这篇论文，我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。你不能因为怕又被延毕就抄袭我的成果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沈枫叶。老师，
你看他在您面前都要打我了，私底下呀，因为这件事儿威胁了我好几次，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。放你的狗屁！曾老师，沈风颖的家长来了，请进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沈风颖的家长？是，沈风颖做错了什么需要叫家长？冒昧问一句，你是他的？我是他奶奶。我说你抽什么风呢？就因为我要把你赶出去，你是这样整我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揍你？你确定要揍我？哎，我这暴脾气，我沈风颖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敢这么对？先处理风颖的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指挥上我爸了？是，都听您的。老师，沈风颖她犯了什么错？这是沈风颖和他室友赵凯的论文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可以100%确定是抄袭。逆子，你竟然敢抄别人论文！我们沈家人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出你这个歪料？怎么会出你这个歪料？不是，真不是我。你要不想念，咱们退学。我们沈家丢不起这个人。闭嘴，住手！孙老师，学术抄袭可不是个小事，更要找证据。既然是一模一样的论文，您怎么确定是我家孩子抄袭呢？您怎么确定是我家孩子抄袭呢？这还用确定吗？沈风颖平时的行为举止就不像个学生样，逃课、挂科常有的事，因此延毕了好几年了。但赵凯是个老实孩子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是啊，这不明摆着是沈风颖抄袭我的论文。你贸然打断老师说话，是不是太没礼貌了？您净凭两人的行事作风，连基本的调查核实都没有，就断定是我家孩子抄袭，您不觉得您的判断太过草率了吗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妈，风颖这孩子我没管教好，我晚年得的他，所以对他是骄纵过了头，80%是他干的这个糊涂事儿。我们沈家的人，骨头里刻着正字，脊梁上顶着橙字，绝不会做出偷盗的行为，所以我敢肯定，风颖绝对不会抄袭。他居然愿意相信我。小妹妹，你说沈风颖没有抄袭也要找证据，不是你说他没抄袭，他就没抄袭。当然有证据，把论文给我，证据就在这篇论文里。证据就在这篇论文里。这可是化学专业的论文，你个小孩看得懂吗？年轻人说话放尊重点儿。他研究化学那会儿，你爸妈都未必出生。你个老邓说什么呢？你再骂一句试试。这种东西也能拿来当论文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论文怎么了？我可是写了大半年呢。这种东西亏你也需要大半年。你确定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既然是你写的，那里面的内容你应该都熟悉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，随便问。论文里说你用了氰化合物 C5， 关键催化剂用了多少？催化温度是多少？用了，他答不上来了，就是他抄的我的。赵凯，你催化剂用了0.5克，催化温度是80摄氏度，持续时间2小时，这些在论文里都有记录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把论文内容全背熟了。很好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预处理温度为什么是550摄氏度？你知道在这个温度下，金属原子趋势会急剧增加吗？你说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总有这么做的理由吧？因为答不上来了。你确定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？说不出来了。你确定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？我只是一时忘记了，论文内容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全记住？
强词夺理。你说，为什么选了这个温度？我可查过文献，如果温度在400度以下，催化剂活性不够，会还原不完全；而如果超过了600度，晶粒容易结块，活性也会变差。所以，我用了550度，这样既能还原彻底，又不影响活性。思路和出发点是对的，但你的载体优化的预处理窗口应该在450到500摄氏度。具体的我之后再指导你。谁要你知道？孙老师，沈凤吟的解释非常清晰，而且有专业的依据。而这个赵凯，现在您觉得事实清楚了吗？是谁在抄袭，又是谁在污蔑？这么看来，这也不能说明论文就是沈凤吟写的。你们是一家的，肯定提前串通好了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沈凤吟显然进行了实际的实验操作。既然做了实验，孙老师，实验室的出入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查证一下，真相自然大白。对，还有监控，谁做的实验，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么看来，凤吟每天都跑实验室，而这个赵凯几个脸连宿舍门都没出过几次。我早就说了，就是他抄的我。赵凯同学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老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怕毕不了业。可是，你偷他的论文，不是一下子就会被戳穿吗？沈凤吟研毕那么多年，我以为他这篇论文是买的，真要查起来，他未必比我清楚内容。你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必须报告上级，跟我走。爸以为，我知道，在你眼里啊，我就是个不学无术、只会给家里添乱的小混混。没事，反正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从来都不肯相信我。行了，你这次那么努力写论文，肯定有原因，正好说说吧。爸，你这次突然就病倒了，大哥又要忙公司的事儿，我实在是不想让你们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只会给你们添乱。我的小儿子也长大了。还有你，出了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自己儿子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快给凤吟道歉！你说什么？让他给我道歉？我看你是这儿有问题。就我爸这个老顽固，让他给我道歉。凤吟，这次是爸错了，爸给你道歉。我没听错吧？爸，你这是又生病了？这没发生，我没病。那你肯定是被他蛊惑了，要不然你怎么会给我道歉？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神神叨叨的，刚才还自称是我奶奶。说，你来我们家到底什么目的？你怎么说话的呢？她就是奶奶。爸，你说什么？她是我奶奶？她一个这么高的小丫头？不然你以为呢？一个小女孩能看出论文的致命错误，能够问出让赵凯哑口无言的关键问题，只有你奶奶这种顶尖科学家才懂得细节处理。可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管你信不信，给我叫奶奶。奶奶，先别叫我奶奶，那写出这种东西的人，还好意思说是我孙子？我论文怎么了？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呢。我随便一看就有好几个漏洞，逻辑混乱，论证不清。你这哪是论文？你这简直就是本笑话大全。大家都是这样写的，好歹我还自己亲自做实验呢。要是别人，那论文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，我可比他们好多了。不准奶奶顶嘴！重写，写到我满意为止。凭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，本科生的论文就是学术垃圾。这那么较真干嘛？能毕业不就行了？什么叫能毕业就行了？大学生是什么？大学生是人类文明的先锋，是探索未知、追求真理、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力军。你们的肩上扛的是未来，
你们的笔尖写下的不只是论文，更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荒图。你这样的态度，如何担当得起先锋2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回去就重写。正因为你们是大学生，是社会的栋梁，才应该对你们更严格。你们进步了，人类才能真正进步，科学才能真正发展，国家才能真正强盛。行了行了，妈妈回来了，我们全家呀都没有吃过一次团圆饭，走，回家吃饭。好，走。那不是我吗？